哎呀，你这什么东西是的？啊！拨浪鼓咚咚响，写了一个失去孩子的卖货郎遇到了一个寻找父亲的孩子，最终成为对方的一个心灵依靠，一个相互救赎的温暖的情感故事。老家是陕西榆林清涧的，拍上一个纪录片，找到一个学校，将近一半的孩子是贫困留守儿童。不做点啥，我觉得我特瞧不起我自己，觉得应该给他们写一个故事片。我都考了2个月遍了，还不完了。这个毛豆的这个原型啊，就来自于留守儿童。生下毛豆以后，他妈就跑了，爸在外头跑大车啊，挣钱。这孩子就是觉得老不回来，他才决定去要找他的爸爸。另外一个角色狗人，他的孩子得了肾衰竭，打工的朋友说我能替你治这个病，拿了救命的钱就消失了。他来这儿卖货的目的是来寻仇，他再也不相信这个世界，不相信有很好的亲戚。但是令他意外的是遇到了毛豆。如果说我给死去把别人快吃活，我又不是不知道。在一路的过程中，共同经历了一些糗事儿。走，哪个了？你是亲自帮我走。有活人了。真的，老子现在拍气的。从情感上慢慢的就变成了父亲的一种角色，填补了他失去孩子那个心理空缺，孩子也慢慢填补着一个父亲的空缺。狗人和毛豆是一个人，狗人的童年也许就是毛豆的现在，也许长大的毛豆会变成另一个狗人。挑选素人演员，本地的学校里面找，你们谁敢演电影？在举手的孩子里面，白泽泽他就能记很长的词，哭出来，把情绪爆发出来，他都能做到。差点喷我了。觉得自己就活得很颓废的样子。会王军，我们小学同学，他也其实是开黑出租的，就是狗人的原型。他的父亲早逝，辍学了以后又出去打工。为了给孩子看病，到处跑，最后房子也卖掉了，婚姻也走向了破裂。但是他内心是非常善良和柔软的。通知他敬祖嘛，我说你的头发不能剪了，胡子不能刮了，脸都别洗。他也就很忐忑，就是演砸了以后把你弄得跟我一样惨，那就不合适。我刚觉得吧，底层的一个现状，群演跟真实的人混到一块儿，那种眼神儿、那种表情和那种肤色啊，那他就是真的，你演不了。我们的方法就是找个大纸箱子，然后上面开个洞，把摄影跟他助理放到里面。一场戏有一个哥们儿，他认为是真的，他就过来拉架，让开让开，把摄影师赶开。当时把我就现场也确实吓坏了。觉得好多的导演的处女作可能大概也都是这样，资方给你的说法，这片儿啊就没出路。最后就把我们在陕北的一个房子进行了一个抵押，才能贷到一部分。慢慢砸啊！摄影指导、美术、制片主任、灯光、编剧都是没有工资的，当时算成了干股吧。恰巧是这么艰苦，没有人有太多怨言。无路可走的时候，上海电影节通知入围了，大家就特别喜欢，有点像做梦一样，条条大路都不通，在这儿一下就通了。你们债还完了吗？还没有。你要不做的话，这辈子不甘心，万一败了的话，我们后面再还吧，还上几年，反正人一辈子就是瞎造。我是大山里走出的人啊，总是带着大山和祖先的嘱咐。虽然在讲你家的故事，但是呢，你家的故事也许是千万家的故事。观众真的就不会喜欢这样一个素人演的吗？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喜欢一个好的故事。你看，
上次是给我发的，给子付的。来，上次是给别人发的。好，是的。